镜头保护套、阿尔帕 3D 打印的遮光罩、51毫米的接筒，下面还能安装快装板。哇，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啊！阿尔帕 HR138最大光圈6.5，滤镜口径是67毫米，重量大概在1200克，长度是13厘米。这个是 AU 版本的镜头，不带快门，所以需要搭配带电子快门的后背使用。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1米。它的光学设计非常的复杂，里面包含了10组11片的镜片组，还有浮动镜片组。它的对焦环是和里面的浮动镜片组联动的。相场是110，非常大，足够各种技术动作的使用。这种设计啊，在定焦镜头里面是非常罕见的，官方号称能带给我们极致的画质。这支镜头大概是在2018年9月份发布的，直到今天正式发售的话，差不多已经快2年了，而且现在产量非常少，供不应求。应该是阿尔帕所有镜头里面最好的一支镜头了。当然，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，达到了12万4千多人民币。不过贵即是好。而且它弥补了原来 HR90与 HR180之间的空隙。我现在把它们3个镜头放在一起，做一个参照。好，这个是 HR90，需要搭配34毫米的接筒，它的重量是1公斤，长度是11.5。这个是 HR138，它需要搭配51毫米的接筒使用，它的重量是1.2公斤，长度是13厘米。这个是 HR180。它也是需要搭配51毫米的接筒，重量是1公斤，长度是16厘米。3个放在一起的话，这个138看着反而不那么笨重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遮光罩，安装的话非常方便，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，拿下来也很方便。HR138需要搭配51毫米的接筒使用，但我不建议带这个附送的接筒使用，而是带3个17毫米的接板，这样的话可以灵活的应用在每一个阿尔帕的镜头上面。比如说这支 HR138的使用吧，一般我会把2个17毫米的接板装在机身的后面，把一个17毫米的俯仰板装在前面。这样的话，大范围移走既不会有遮挡，也不会影响俯仰操作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用在阿尔帕的 panel 或者 XY 上面需要更大的移走量，比如说移走35毫米，这样的话，我建议你把这个17毫米的接板也装在后面，等于是51毫米全部装在后面，
你移走起来就不会有任何的遮挡了。这支镜头的情况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需要了解更详细的参数的话，可以去阿尔帕的官网上看。我现在就去实地测试一下，到底它的画质怎么样。现在已经全部设置完毕了，总共打算拍5张。前4张分别是在不移轴的情况下，光圈分别是 f6.5、f8、f11、f16，来看一看哪一个是它的最佳光圈。然后第5张在阿尔帕 Plus 的移轴20毫米的情况下，保持和前4张相同的构图，来看一看它的画质衰减情况。今天是阴天，我现在用了自定义白平衡，保证每一张拍出来的白平衡都是一样的。先是从最大的光圈 f6.5 开始，拍摄完毕。现在去电脑上看一下它的最终画质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4张在没有移轴的情况下的对比图，分别是光圈 f6.5、f8、f11、f16。先100%放大远景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远景其实不是它最清晰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把焦对在无限远。我拍摄的位置离前景比较近，而且138光圈开到最大的时候，景深非常的浅，所以我当时把对焦点放在了前景。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看墙上的纹理，可以看到从 f8 开始画质就开始下降 ，f16 最明显。来看一下画面的中心部分，也是看墙上的纹理。也是一样 ，f6.5， 也就是它最大的光圈，就是它的最佳光圈了。看一下近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移轴20毫米的情况下，它的画质怎么样？这一张我是向下移轴了20毫米，然后把构图调整到和前面的一样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远景，中心部分，单张看的话，画质还是不错的。毕竟在这么大的移轴量下，我们现在和前面在没有移轴的情况下，光圈一样的情况下来做个对比，都是 f6.5。这样看的话，画质差别就很大了。所以说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今天还拍了一张建筑的表面，光圈是 f11，向上移轴了20毫米。我感觉这个头在1.5上面远远达不到它的极限，
应该是为将来更高级别的后备所设计的。总体来说，除了贵，没毛病。我会提供这6章的 RAW 文件下载，下载地址在评论区的第1条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